这瓜怎么吃到变政治瓜了？我已经为你放弃这么多了 ，YouTube 这个小频道已经是我最后一点获取正面价值的来源了，就你连这都要把它掐断了吗？其实，在我看来啦，止损的最好方式，其实反而是什么？第一个，把孩子迁回国内；第二个，重新找一份工作，或重新的再另起炉灶。我相信也受到很高的关注。后来告诫我不要回国，说我很可能已经被编婚了，因为我和他在国内还是婚姻关系。啊？不是吧？你们还没离婚啊？李听在内心深处可能没有那么想离婚，而王志安是怕回去出不来，所以呢，从他人视角来看，王志安就是被政治迫害嘛。你到底有没有要求我放弃在中科院的工作，来到日本？但是2个月以后又提出离婚。到日本的时候是2020年1月，他是2021年的2月提出离婚的哦。而李听到现在是坚持王志安让他到日本之后2个月就提出离婚哦。事实上，这些也是这样写的。期间，李听虽病休在家，但除社外之外，还参与王志安公司的运营工作。所以，王志安在声明中说，李听自跟我聊工作就没上过班。随着他抑郁症的加重，他其实已经很难完成。到底是谁在说谎？当时你跟我说暂时不能去办正式离婚，不然你的家族签证就没了。等你把签证换好了再去办离婚，我也配合你的呀。那王志安声明又一条说谎，哇，那这3个说谎就3大条说谎了：离婚时间点、抑郁症时间点、签证的问题。哦，那这个所言非谦呐。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来逐条回应王志安的声明。第一，王志安说从未对我实施家暴，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关于他家暴的事情，此前我已经详细说过。我知道他为什么有恃无恐，因为在北京的报警记录时隔久远，我确实拿不出那种能一把锤石了的证据。比如现在让我去找月子中心的人来作证，我确实找不到他们，找到了他们也未必记得。查记者先生显然很清楚这一点，也很知道应该如何利用这一点。说到他在日本没有家暴，我倒是正好回应一个质疑。这些天有人问我自己说，王志安在国内我月子中和哺乳期家暴，但是到了日本以后没有家暴，那么他在国内家暴的时候孩子还特别小，不可能有记忆，他为什么会跟日本警察说爸爸打妈妈呢？就说起这个，我确实要感谢日本对孩子的教育。有一次我和王志安发生争执，我当时坐在餐桌旁，然后王志安站在餐桌对面，他突然飞起一脚就踹在桌子上，然后那桌子一下子怼到我肚子上。坦率说，我当时确实没有觉得这是家暴，的确也没把我怼疼，只是把我吓得跳起来。但是当时女儿看到了，她说这就是老师说的家庭内暴力。昨天孩子跟警察说，爸爸家庭内暴力，其实说的并不是我在国内的那2次，是他自己看到的。当然人的观念转变起来可能需要时间，你要是问我的话，我确实下意识还是会回答王志安来日本以后没有家暴。其实从李听的逻辑跟缜密性来说，这个人果然以前是个学霸啊，果然是个博士啊，相当的有程度。那这里可以理解啦，王志安的个性啊，可能有相当程度的火爆。那这个火爆是他本来就火爆，还是因为长期的相处的压力上所造成的火爆，是另外一回事。但他确实会用动手的方式，而且可能不太顾及四周人的方式来进行一种情绪的宣泄。第2条，王志安说移民原因是为了孩子在日本接受教育，这确实是他当时说服我的理由之一。所以王志安举了一条说，在日本接受教育这件事情是比较好的。那李听当时是同意的所以这一点应该是个共识。好，但是王志安没说的部分呢？他跟我说，如果家人都在国内，他总归是有顾虑，只有我和孩子安全了，他才能放开手脚，无所畏惧的去做新闻。坦率说，我确实有个很大的弱点，很容易被这种英雄主义和一家人共同进退的情节所打动，所以最后我同意了，带着孩子来到日本。但是其实王志安就是在避重就轻，因为这件事情的核心是你到底有没有要求我放弃在中科院的工作，来到日本，但是2个月以后又提出离婚。好，关键哦，到日本的时候是2020年1月，他是2021年的2月提出离婚的哦。而李听到现在是坚持王志安让他到日本之后2个月就提出离婚哦。正如很多人说的，这简直是绝了女方的后路，未免也太过绝情。那么请问王志安，我是不是放弃了中科院的工作？我们2019年10月来到日本，你是不是12月就提出离婚并且回国了？我是不是当月就同意了？你在声明中虚晃一枪，说2021年2月我们签署了第1份离婚协议，好像我说刚来日本2个月就提出离婚是撒谎一下。所以到这一步有问题了。离婚协议上就写着2010年2人携女儿共同来到日本东京生活，期间矛盾再次激化，王志安再度提出离婚，并离开日本回到中国。2019年12月，李听同意离婚。2020年1月，王志安返回日本，原计划短住，但因疫情爆发，王志安无法按原计划回国工作，2人困守家中1年有余，内在矛盾已无法化解，婚姻名存实亡，已无维系的可能和必要。你在下面可是签了字的啊。好，李听这里把他离婚协议书里面的叙述给拿了出来，他是照着念的，除非这边叙述是假的所以有没有2个月提出来的？李听这里给出的答案，我客观的说，目前证据力是比王志安还要强的。就事实是2019年10月，我们来到日本，王志安刚开始把我们安顿在千叶县应溪市的一家民宿里住着，他就回国了。过了1个月呢，他再次来到日本，我们一起从应溪搬到了东京，待了1周，他又走了。走之前他就提出了离婚，他说李听，我求求你了，北京的房子车子都给你，我只求你放我一条生路。我当然不会同意，我本来就不敢离婚，我上期说过不敢的原因。你现在把我和孩子扔到日本来，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语言不通，举目无亲，还有抑郁症，你现在非要离婚。然后后来王志安在国内发微信给我，说他不想活了，就这段婚姻实在是让他很痛苦。所以当时所谓的矛盾，并不是到日本才矛盾的，是在去日本之前就矛盾了，去日本之后只是矛盾加大。他现在开着车恨不能撞死算了，那个时候我真的动摇了。其实我自己心里边知道，
我怕孩子没有爸爸，这只是我自己心里隐隐的执念。我觉得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我自己内心的恐惧就把别人逼上绝路，所以我同意离婚了。好，关键哦，其实李听在理智上是相当清晰的，但是呢，他这个抑郁症呢，让他的情绪时不时会上下，会干扰到他理智所做出的决定。当然，你说那这个到底是谁对谁错的哈？有些人很会掰嘛，我们不能确定啊，这个要有待王志安再回应。我同意离婚后没多久，王志安又来到日本。他原本只准备待2周，就回程机票都买了，跟我办完手续他就走。但是恰好疫情爆发了，他没办法回国，就只能待在日本。他说那就先不离了，不然他就没有家族签证了。李听的坚持是你2月提出离婚，那王觉意思是说正式离婚，然后后来再补充。而且王志安大概忘了，离婚协议上写着呢。好，这里开始读离婚协议。2017年12月，李听在北京协和医院确诊为抑郁症。怎么说？难道我俩2017年12月才认识的吗？李听的说法，2017年12月确诊，所以这个时候球就回到王举身上了。如果王举可以提出说没有，你更早，那这一个就可以跟李听的说法做背道。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有2大争点：第一个，何时离婚；第二个，患上抑郁症。说我在怀孕生产中症状加重，得到是句实话。那你在月子里就家暴，我当然要抑郁了。事实是，当时我在中科院工作，在微博上有800多万关注，我事业很好。王志安要求我退出啊，我说你们央视也有不少两口子都是搞新闻的吧，也没见人家非有一个退出啊，反正说不通就争啊吵啊。可以说是观念的不同，也可以有人说是强词夺理，也可以有人说是彼此认知的落差等等的。但王志安说的有没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就这个就是认知上的差异。事实上，这些离婚协议上也写着，期间李听虽病休在家，但除照料孩子外，还参与王志安公司的运营工作，包含撰写文章、编辑公众号内容、洽谈商务广告、搜集资料以及其他办公琐事。所以王志安在声明中说，李听自跟我结婚后就没上过班，随着他抑郁症的加重，他其实已经很难完成系统性工作，这也不是事实。所以现在几个点哦，到底婚后有没有工作？到底抑郁症是不是婚前就得的？到底是谁在说谎？我认为啦，到最终如果要真的要说对或错的时候，很可能哦，结婚证书会被公开啊。但是你翻脸不认人，说我结婚后既不上班，也不能完成系统性工作，你这谎撒的也太离谱了。会不会王觉认定说，因为没有发工资，所以不算工作呢？这叫协助。王志安声明中说，2021年2月，我和李听签署了第一份离婚协议，原因是性格不合，全程友好协商。之后他就搬走，但直到2021年10月才走完离婚程序，期间离婚协议数易起稿。就听起来是中间拖了8个月，是因为我们在不断更改离婚协议，改了8个月，终于达成共识。可是真实情况是，当时你跟我说暂时不能去办正式离婚，不然你的家族签证就没了。等你把签证换好了再去办离婚，我也同意并且配合你的呀。等你8个月以后签证下来了，我才去正式办理离婚手续。你看，我从来没有为难过你，不是吗？第5条。王志安在声明中说，从未在离婚时承诺不再婚不生育，相反，我们的离婚协议里明确写有我们彼此再婚的约定，也详细约定了他一旦再有子女，双方子女的权益。是的，你的确没有承诺不再婚，但你承诺了不再生别的孩子，而且我也没有跟你约定彼此再婚。哎呀，深水区来啦！那8个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李听的说法是为了要蹭家族签，好，必须把战争蹭好蹭满才能离婚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王志安声明又一条说谎。哇，那这3个说谎就3大条说谎了：离婚时间点、抑郁症时间点、签证的问题。哦，那这个所言非轻啊！再来，这里关键哦。真实情况是，尽管我2019年12月就同意离婚，但是真到了21年2月，王志安要签离婚协议时，我又犹豫了。坦白说，我不甘心。这也很关键哦。所以王志安说有没有错呢？并没有错。但李听的执念在哪里？一败涂地，他不要让女儿再次面临没有父亲的状况。可是瑞凡回不去了。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其实最大的恐惧是婚姻的失败。当然，因为他心里已经患病了，所以他也承认那个是个执念。那个执念他是解释成是他爸爸在他幼儿时期的父亲角色的缺失所造成的。但是这个作为一个最大的执念，他自己也知道他又放不掉。那这个关就是他自己选的，因为在他眼前是2条路嘛。中科院的理科博士，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脑子呢？他在吐槽他自己。这一路在高校里面，从大学上到博士，毕业直接进科研院所工作，这种读书读出来的聪明，和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见多识广、走南闯北的调查记者的聪明，那就没有可比性。当然，更要笑话我智商的是，我居然轻信你口头许诺不会生其他孩子，现在你说你没说，我说你说了，陷入各执一词的僵局，我确实没有什么办法。不过我提供一点细节供大家参考。王志安有女朋友的事情我很早就知道，他没有瞒我，但是他要生孩子的事情却瞒得滴水不漏，直到孕中9个半月我才知道，而且还是通过女儿才知道的。你憋了9个半月都不敢说你心里没鬼吗？他说我不敢说是因为我就知道你会闹，不代表我心里有鬼。我说错了，你为什么提前预知我会闹？你怎么判断出来你有女朋友我不会闹，但是有孩子我就一定会闹，而且还被你判断对了？因为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当年答应给我什么。而且不仅仅是当年，事实上这几年你经常重复类似的话，反正你可以骗别人，你骗不了你自己，你那些不经意的行为出卖了你自己。当然了，这不是什么铁证，只是大家判断的时候可以参考吧。到底谁对谁错？老实讲，各执一词。当然，我说从情感上，我觉得女生讲的更加的合理一点。但从理性跟现实呈现出来的证据上来说，纵使前面王志安可能有一些说谎部分，但就这个部分其实是他们整个爆炸的核心。你有没有发现，李听可以吞
他离婚这件事，他可以吞他辞职这件事，他甚至可以吞他退网这件事，可是他真的不能吞王志安有孩子这件事。但是李天的说法是因为你有孩子你不敢跟我讲，然后你承诺不再生孩子所以爆炸。那到底是他有孩子不敢跟你讲，李天你比较生气，还是因为有孩子你比较生气，到底是哪一个？然后呢，这两个人离婚离得超级不干净的，各种要求彼此。王志安跟李天已经离婚这么久了，他叫他别做 YouTube， 他妈的他老几呀？他不会就是个前夫，他老几呀？不是很奇怪？那李天也乖乖听的，这个更奇怪了。这两个人我是搞不懂啦，所以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还真的讲真的。之前问我离了婚凭什么管前夫生不生孩子的人？哦，他离了婚可以要求前妻隐姓埋名退出 YouTube， 前妻就不能要求他履行诺言吗？啊，公平吗？更别说了，我后来才知道，他跟我说那些话的时候，女朋友都怀孕好几个月了。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你到底为什么非逼着我隐姓埋名？真的是为了保护我的女儿吗？女儿是他跟王志安爱的结晶啊，他已经退到一败涂地了。但唯一让他觉得不败的是什么？是他还有一个乖巧伶俐健康的女儿，所以这里又卡死了。王志安为什么花了那么多钱在这对母女身上？可以看得出来，王志安确实对女儿是真心诚意的。就像王志安的声明当中，这一点也可以呼应到王志安的声明当中，妈妈不好，女儿也不会好，确实，所以完全卡死了。王志安的逻辑是不退网，有安全危险。那有安全危险，女儿要接回自己身边不行，因为妈妈不能跟女儿分开，所以这是一锅烂粥，完全搅死了。后来王志安告诫我不要回国，说我很可能已经被编控了，因为我和他在国内还是婚姻关系，所以从20啊。哦，我快昏倒了。那没有离婚，那不要搞啥呢？这两个有病，我不太想看他们刮了耶。不是你在日本离婚离得那么高兴，你不把它处理完，你是干嘛呢？哦，烦死了！这就是一对怨偶，好不好？然后女生爱男生，男生想离开，就这样，结论就是如此。两个都很有事，你们回去打一架，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了。王志安有这么坏吗？就是说他在中国已经坏到一定要抓起来关起来或枪毙之类的吗？大陆现在是关于王志安到底是法治问题还是人治问题，所以他们现在有严重到说他们是不能回中国的，有这么严重哦？所以他是得罪习近平是不是？不是，他不是只是在媒体业被封杀，就自媒体不能做吗？哦，骂共产党可以，骂习近平不行，是这样子吗？哦，他可能会出不来哦，那这样子不怪他们了啦。妈的，我还以为怎么看到这边这不是国内婚姻关系，所以他们这是回去不能出来，直接消失哦。这么严重哦，所以可能真的会被判死刑哦，这么严重哦，突然又上升到了中国大陆的言论尺度问题。在我的感觉啦，就今天不管骂了习近平或没骂习近平，我可以理解说你在国内做言论控管，我可以理解，你知道吗？因为每个地方本来就有每个地方的制度了。就像在美国，你不能公开骂犹太人，你会被犹太铁拳。而国家自有国情，我们当然可以批判这件事情，但是我可以理解各国自有国情在啊。比如说在台湾，好像现在赖清德上台之后，你骂赖清德骂太狠，他就会告你。诸如此类的。那可是在我理解是说，我以为在大陆就是说你在国内的平台上你会被调查或什么事情之类，但你在海外的平台，这个平台又不跟大陆发生关系，我不理解了。我是这样想，我的想法是这样。李听在内心深处可能没那么想离婚，而王志安是怕回去出不来，所以呢，从他人视角来看，王志安就是被政治迫害嘛。后面不用看了吧，都是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情。这个就是夫妻吵架，然后两个人认知不一样。后面啊，第一个。两个断得不清不楚，这是绝对的，而且还有什么代抄股票、阿萨布鲁的事情一大堆，还借钱什么的，乱七八糟，谁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荒谬的一个离婚，他们的离婚很烂，离得超烂，离得不干不净。然后呢，第二个，确实王志安在他的声明里面，依照目前女方所提供的这些讲法里面，王志安确实有一些交代不清楚的地方，那已经有说谎的嫌疑。这一点哦，王志安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要不要解释清楚，他自己选择啦。但是他前妻都已经把东西拿出来怼他了，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这对王志安人设是有重大影响的，我只能这么说。第三个，忧郁症确实相当的严重。第四个，女生对男生还有情感的寄望，男生对女生我不清楚哦，但相对比较冷血哦，相对比较无情啊，不要说冷血，就相对比较无情。你可能情已经淡的差不多，但是王志安自己有说是家人，所以可能有一些情。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恐怕也只有他们两个自己要去弄清楚，外人也没有办法完全弄得清楚。第五个，从情感上会觉得女生确实比较可怜，因为她确实付出了相当的多。那但是男生也过得不是很容易啊，因为过去2019年他突然被禁了之后，
我先不论他到底什么原因被禁，他到底符合中国大陆相关法院法规什么，那是他家的事啊。但总之呢，被禁他失去了工作能力，过去3年他也不容易，女生却更不容易。女生跟忧郁症长期对抗，然后生孩子的时候又有甲减等等的问题，确实都相当不容易。这是一个很难、很辛苦的一个家庭，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扛住外部的风雨，一起度过那最幽暗幽深的日子，而选择了要离开，但是又离得不开，导致了今天的大悲剧。